机器是机械革命的 Code 01，配置是32+1TB 的版本，是在京东以5999的首发价购入。这台机器其实在上个月的28号就已经送到了我的手上，当时我是打算第一时间给大家做一个沉浸式的开箱，并且分享一些简单的使用感受。但就在我因为触摸板的一些小问题逛了一趟贴吧之后，着实是让我开了眼界。我们还是先回到最开始的地方。这里边还有一个这个是什么？充电线。这个是广受好评的一个100瓦的氮化镓，叫做啥？叫做充电器，不是电源适配器啊，一样的东西。没了。提到程序员3个字，你们最先想到的是什么？ Hello, it's me. I was wondering if after all these years you'd like to meet. 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在 A 面上印上 Hello World 比 Code 更符合这台笔记本的定位？首先是右边一个耳机耳麦口加2个 3.2 的 USB-A 口，总体来说还是高于平均水平。相比起来，左边接口的配置堪称豪华，2个 USB-4 的接口和一个满血的 HDMI 2.1 接口，外加一个 RJ45 网线接口。有人反映是说这个 RJ45 的接口比较松垮，但是我手上的这一台我觉得没有问题，正常表现。正面是一个和苹果相似的凹陷设计，方便单手开合屏幕。后边没有出风口，出风口是隐藏在转轴里。背面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散热开口，目的是让电脑在高负载的情况下散热能够跟得上。但是实际使用下来发现，在这个部分容易产生积热，所以还是推荐要使用支架来优化散热。关于这台笔记本有 1.9 公斤的重量这件事儿，我是这么看的。首先和其他品牌的16英寸笔记本进行横屏来说，它肯定算是重的。但是转念一想，自己每个月的房贷和车贷，这些生活的重担我都没嫌重，这 1.9 公斤对于我来说啥都不是。值得庆幸的是，贴吧里的悲剧没有在我这台机器上重演。咱们有一说一，一块16英寸120赫兹的高刷屏和一个手感上好的键盘，附带一个超大的居中触摸板，绝对是生产力的重要保证。2个 USB-4 接口和一个满血的 HDMI 2.1 接口，外加双硬盘位和内存条的可插拔设计，还有那颗足以让英特尔 MX 系列显卡集体自闭的 6800H。上班时它可以做到装包就走，下班后我们还可以通过 USB-4 接口外接一个显卡坞，然后将画面从 HDMI 2.1 接口投送到一个 4K 120赫兹刷新率的大屏显示器上，畅玩 3A 大作。我始终觉得这才是这台笔记本电脑真正存在的意义。如果你和我一样也很在意键盘的使用手感，那相信这块键盘不会让你失望。这颗空格键和其他的按键比起来，在回弹力度上会稍微有那么点欠缺。你们很难想象一个非全尺寸的方向键会对一个经常需要使用它的用户带来什么样的精神折磨。那种手感就好比，就是有人担心啊，它的那个100瓦的那个氮化镓的那个充电器，由于它没有接地的角，所以很多人担心说这个笔记本的 C 面会漏电啊。这个我也有切身感受，因为我原先的那台笔记本它就有这个情况，就是那台戴尔的，手放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就总是感觉很麻麻的。然后这一台笔记本已经7、8个小时了，没有这种情况，完全没有。
我也觉得很神奇，它确实没有接地脚，然后的话，我也一直插的这个电源，然后的话摸起来没有任何问题，很正常。可能这种问题是不是类似于老寒腿？这个要笔记本上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才会出现，这个我不清楚。但是至少现在新机子在我这儿没有问题，很好。然后这里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个小的地方，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有一个很不明显的一个隆起，稍稍的会比周边会凸起来一丁点儿。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装配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就是感觉它里边是有个东西把这一块板给它顶起来，但是很不明显。如果说是不敏感的人群的话，可能我不说，这个电脑用到报废，你也不一定能察觉到这个问题。然后我看了其他几个人的视频，好像多多少少在这个位置都有这个情况，所以基本上可以排除是我这台机子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他们反映的情况，就是在这一个附近能够听到电流的那种滋滋声，很明显这是个通病，因为这一台机子也有这个情况，大概在这个位置贴近了听会能听得到，在这个底下会有那种滋滋滋那种声音。但是一旦你达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就基本上听不到。所以对于我来讲，这个问题其实解决方法也很简单，你需要一个这个，就能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再一个来讲，正常使用的时候，像现在是一个很安静的环境，我没听到至少，所以它不会是成为一个很打扰你的一个声音。正前方 CSGO 后边这个屏幕，我开着程序员本嘛，是吧？正常的这个程序员的工作环境，然后再加一个必检的软件，已经导入了可能有十几个 G 的视频文件在里边。然后这边的屏幕上再放着 B 站动画，然后这两个后边的屏幕都是通过刚才我说的这边的接口，然后还有转接器，然后对外拓展的，相当于同时在调用的这一个电脑中的6800这颗 U。实际上，今天下午做这个测试的时候，有过一次 CSGO 是直接闪退了，但是 AMD 的 U 嘛，而且是核显，很正常，我觉得。哦，忘了给你们看现在的这个画面的设置，一会儿吧。